请青帝陛下退位，请青帝陛下退位。开！叶晨见仙，青铜门后情况不明，不如还是您先进去吧。青帝不对，是尹子夜。青帝陛下既然在宫殿内，为何对我等毫无回应呢？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？他囚我于炼狱3年之久，让我受尽痛苦，不亲手杀他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长公主，稍安勿躁。此时他已成瓮中之鳖，又何必急于一时？怎么说，他也算做过这么久的青帝。若不审判，直接赐死他，恐不合法理。以后你执掌先秦，恐怕也会多有阻力。嬴子夜，你为登皇位，残害手足，穷兵黩武，残害百姓，屠戮异族，残害生灵。今落得众叛亲离，众民哀怨，众生起义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叶晨，听说你九剑合一，天下无敌。不错，却不知道你九剑合一后可斩得死我。九剑合一不仅能斩你肉身，还能聚你元神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好，那就让我见识一下叶剑仙的九剑合一。反正这破地方我早就待够了。等等，叶剑仙，如今他即将形神俱灭，可否将他的元神置于这炼神鼎中，让天下人看一看这暴君的真面目？唉，老子真的算是当世王莽了。穿越者果真是干不过位面之子，要不然怎么所有人都没道理的去帮他？与其被他一剑砍死折磨灵魂，还不如死在美女的炼神鼎中，留清白在人间。没想到我嬴子夜最后是死在你的手上。既然你们要看我的人设，那我便满足你们。哪里逃？青帝终于伏诛，这先秦天下从此便是我叶某人的了。这显像范围居然如此巨大，100里之外亦能清晰看到。炼神鼎的威能竟恐怖至此啊！连青帝的记忆都能以天幕形式呈现。嬴子夜这狼心狗肺之人，他的过去我看到就恶心。传闻青帝嬴子夜未登帝位，大肆镇压族弟族妹，亲妹妹嬴曼音出面劝阻，被他投入皇宫地底炼狱，3年间不见天日，受尽剔骨剜夫之刑。玉环仙子，干脆现在就直接炼化了他的元神，省得他再有机会蛊惑人心。母亲已病逝，弟年仅3岁，每年12、3人3日喂食半颗粟米，求大爷赏赐2米1捧，救我弟妹性命。这是青帝？我原以为青帝从小便锦衣玉食，不知人间疾苦，没想到居然当街起誓。长公主殿下，此事是真是假？这是当年我和哥弟一起在别国为质子时的遭遇。那时母亲病死，我们兄妹3人便没了依靠。哼，他后来如此暴虐，必定是此时就埋下了记恨之心。唉，人之初，性本善啊！权力当真会使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。彼时彼刻，我和弟弟恐怕做梦也想象不到，面前这个喂饭给我俩的人会做出怎样的禽兽之行。阿哥，你好厉害啊！马儿要吃鸡腿可不可以？我要吃鸡翅。不是说好了，这野鸡是用来做生意的，你们是想要现在就吃，还是想要以后天天吃呢？
要以后天天吃。这就对了，咱们把这野鸡收拾了，再用昨日榨的油一炸，就可以当街卖炸鸡了。阿哥，咱们的炸鸡叫什么名字呀？就叫大脸炸鸡好了。我的脸才不大。哥，你为何要摸着我的脸说？你的脸还不大吗？昨日吃粥的时候，你趴在碗上，我连筷都插不进去呢。原来金帝幼时也做过贩夫走卒之事，蝇营狗苟，到处钻营。天子当以王道之事，怎可沾染商贾之气啊？依我看，青帝从小行奸商之事，心中全是利益，自然就慢慢变成了那个荒暴无道的大魔头。对，自古以来哪有天子行商贾之事的？这简直是离经叛道。我实在无法想象，现在相依为命的三人到底为何变成日后这种刀剑相向的关系。当初我便是被迫对长公主行刑的狱卒，青帝将长公主囚禁于炼狱4层，以缚龙锁压制长公主的功力，并用9龙针封住其全身经脉。炼狱4层每日有烈焰炙烤，失去护体真气的长公主肌肤被灼烧的溃烂，几乎每天都有命丧黄泉的可能。此等恶行，就连妖族魔族之人都做不出来。呸！暴君！闹吧，骂吧，把这暴君的过去全都翻过来。越是如此，赢家人越是不得人心。到时候先秦的王朝还不是要姓叶吗？老先生，你已经吃了2个炸鸡腿了，要不然您先付了钱再接着吃吧。钱？我没钱呀。没钱？这野鸡是我弟弟妹妹早上天没亮就上山辛苦捉来的，油也是攒了好几天才榨出来的。你一顿吃了大半的炸鸡，你不给钱，我们可就活不了了。我问你可是先秦之子？老先生，我不收你钱了，请你离开吧。你放心，我不是要将你们行商叫卖的事情报官，只是要送你们一件东西。吕相，这是吕清侯大人。长生诀是先秦皇宫的不传之秘。长生诀原来是这个时候吕相将长生诀带给了青帝，怪不得他能在20年内达到天人之境。只可惜吕相应该想不到，自己日后会被这凶残的青帝抄家灭族，忘恩负义，这是从小就埋下了祸根。吕相一片赤诚，却养出这么个白眼狼。嘿，先天之体。老先生，您说什么？天生木灵，我的天，这是天生木灵啊！当你是木神转世吗？孩子，这本书上有几套基础刀诀，你照着学一学，日后必有大用啊！先天之体，天生木灵，居然还是木神转世的命格，这天赋简直是逆天呐！怪不得青帝少年之姿便能威震九州，达到天人之境，原来有这般与生俱来的根基。可吕相传授的是长生刀刀谱，我跟随青帝多年，从未见过他动用任何兵器，这不合常理啊！不错，青帝向来徒手对敌，一身龙气比神兵还要坚韧，根本无需刀剑加持，这里面定然有蹊跷。这不是人类能有的天赋吗？他娘胎里开始练功，也练不出这本事吧？看会儿书就会发刀芒，这是神仙下凡啊！假的吧？怕不是炼神鼎出了差错，故意美化这暴君。小吕，看我给你们带回来的宝贝。学会这个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咱们了。天喜世子嬴子夜在此，瓮主上令，将其捉拿归案，不留反抗，扼杀无端。快跑！追！给我追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晚上，冰冷的雨水，漆黑的山林，还有身后步步紧逼的追兵。如果不是他一直紧紧攥着我的手，我肯定会被无边的恐惧吞没。还只是3个孩子呀，在异国他乡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，如今又要被逼着闯进10万大山，太可怜了。
青帝他小时候真的太难了，换成谁经历这些磨难，性情恐怕都会发生巨变吧。我看他就该死在10万大山。难道我明月阁2000弟子就该死吗？当年青帝挥师攻打我明月阁，火烧山门的时候，谁又来可怜我们？看来他们是不会追来了。阿哥，咱们为什么要跑呢？咱们的炸鸡摊能挣钱，不是已经每天都能吃到鸡腿了吗？咱们和其他人不同，我们是先秦的质子，如果被他们抓住，就会成为要挟先秦的工具，咱们会变成先秦的弱点。哥，我饿了。睡吧，妈，睡着就不饿了。等天亮了，哥就去给你们找吃的。待会儿如果熊吃了我，你们别出声，也别乱动，它吃饱了就会走，你们趁机往山洞后面的窄缝里躲。你们在这别动，我去追它，这熊肉够咱们吃好几天了。这不是金乌吗？是传说中的10日金乌。没错，这正是青帝座下的神兽坐骑。可这怎么可能？现在的青帝还是个练气期都没到的孩子，怎么会遇到金乌啊？难道青帝便是在这时收服了这些神兽？可他现在连自保都困难，哪有能力收服10只金乌？云子夜修习的是长生诀，这功法修炼出的真气带着先天木灵的纯净气息，而这些火属性的金乌最是喜欢吸食这种蕴含生机的真气。原本他们是想把我们兄妹3人圈养起来，像对待牲畜一样，每天吸食我们修炼出的真气。但银子夜的天资实在太过恐怖，即便每天被他们和巢穴里的幼鸟蚕食真气，仍然在短短几年内修炼到了天人境界。共10只金乌吸食真气，居然还能突破到天人境界，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！望京来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怪不得最后这些金乌都心甘情愿成为青帝的坐骑，原来是被他这逆天天赋折服了。不准碰他们！原来他曾为我和弟弟做了这么多。再说一次，不准碰他们！原来青帝是这么收服10日金乌的，从内部瓦解敌人，用真情打动幼鸟，实在是高招。用自己的真气喂养了这10只神兽这么久，又用性命守护他们的幼崽，怪不得金乌后来对青帝如此忠诚，生死不离。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个拼命护着我们的哥哥，为什么会变成杀敌虐妹的魔头？青帝对弟妹这份担当，实在让人动容。可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又怎么解释？难道权力真的能彻底扭曲一个人？来者止步！此乃先秦腹地，岂容妖魔放肆！恭迎帝君！恭迎帝君！青帝银子夜，你到底还是落到这般田地。当年你夺我东海至宝定海阵，搅得东海生灵涂炭，我族10大金氏鲲鹏被你斩去7、8，这笔血债，本王可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龙女殿下，之前你我有言在先，先入庆阳者得先秦天下，你不会不承认吧？妖族向来言出必行，岂会像你们人族这般出尔反尔？我今天来，只是想亲眼看看，曾经不可一世的青帝是如何化为乌有的。
木族圣器无风刀，这是木族的镇族神器无风刀。原来无风刀在尹子夜手里。这无风刀乃是上古木属性神器，想必十日金乌便是这断刀的器灵。木生火，正合阴阳五行之理。金乌是至阳至刚的火属性神兽，自然孕育于生生不息的木属性神器之中。修行最忌讳无人教导，当年老朽自学修真，耗费30年光阴才踏入炼器界，从炼器到筑基又耗了20年，后来得名师指点，才于100年后入结丹境，200年后天人境，300年后化神境。30年，老朽当年也无人教导，不过我只用10年就入道了。我资质尚可，只用了5年便踏入炼器境。本仙亦无人教导，区区炼器境，1年时间罢了。想不到人族竟有如此精彩绝艳之辈。叶辰剑仙必定是伴随天道而生，天赋惊艳绝伦，堪称万古唯一。对啊，真不愧是当代第一剑仙天骄，青帝年少时也未必及得上你。哼！这就入道了，这才多久？他居然直接引动了劫云，是结阴了吗？不然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劫云出现？他怎么会有仙骨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当年尹子夜将尹曼音禁于天牢4层，用缚龙锁锁住他的修为，再以九龙针抽走他的仙骨，夺了他的毕生修为。可如今天幕上的画面清晰显示，尹子夜本身就有仙骨，那他又何必多此一举，夺取尹曼的仙骨？这玩意儿又不是越多越好的。能带我飞一圈吗？这一小圈。老朽当年奉命暗中保护长公主，曾在边境遇到过20岁的青帝。那时的他身上根本没有仙骨的气息，反倒浑身道基被毁，经脉寸断，气息微弱的像个濒死的废人。20岁那年，我坐着金乌飞走后，遇到了那个魔修，我被他擒住后就人事不知了。最后是谁救了我？我又是怎么觉醒仙骨的？难道他的仙骨被夺，道基被毁，全是因为我吗？让我看看你到底为什么要杀银驴，为什么要把我囚禁在天牢4层？守军！凤儿，小吕。阿哥，怎么啦？姐不在巢穴里，她说去跟小金玩了。什么？元爸被抓走了？小吕，待在巢穴里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跑。小烈和小妍留下陪你。等我回来。好，带我去。他一个不到20岁的筑基修士，居然敢在10万大山里这么横冲直撞！10万大山里的魔兽重毒，比修真界的杀手还要难缠。就算是分神境的强者进来，也要步步为营。青帝这一去，怕是要吃大亏。方才月辰大帝说了，他20岁时遇到的青帝道基损毁，仙骨被夺。依我看，肯定是这次为了救长公主，撞上了10万大山里的魔修强者。就算你天赋再高，跟魔修扯上关系，也一样掰扯不清。谢谢老祖，
这是西海老祖！什么？可别认错了，是那个能治小儿夜啼的西海老祖，传说中用童男童女精血炼制融血丹增寿的老佛头。错不了，西海老祖修炼的血鹰诀，需以3岁以下婴儿血为引，他常年保持童子模样，就是靠着邪功续命。当年他因屠杀整座城池的孩童炼药，被正道追杀，没想到躲在了10万大山，用孩童性命换寿元，这也太伤天和了。上古时期，不少修行无路的人会走邪修之路，照儿血是入魔的成运者，3岁以下婴儿血更是魔兽眼中的上品，蕴含的纯净生机最是滋。对了，禁止以婴儿血修行的铁律，就是清帝登基后提出的。原来如此，想必是清帝年少时经历此事，才立下这人证。西海老祖是分神境高手，清帝当时只是筑基期，他怎么可能活下来的？云梦，可他现在就在这儿啊！是人事不喜，完全不记得这些。或许是我师尊救了我13岁遇到师尊，进入宗门，应该就是这个时候。这还用说？想必不久后，青帝道基就会被毁，而长公主的仙根恰在此时崛起，可以重生。我曾读古籍记载，仙根可孕养伤势，只要有一点肉身不灭，便能立地重生。如此说来，青帝道基被毁，就在此意了。妈，死了！妈，别睡了，醒醒！阿哥知错了，阿哥错了，不该让你一个人玩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哥，娘呢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哥哥，妈儿长大了，也会烤肉喂哥哥了呢。阿哥跑快点，再快点！别怕，阿哥在呢。是谁？哥，当真是绝望。换作是我，怕是早就疯了，眼睁睁看着最亲的人躺在尸堆里，这种滋味，唉。老魔头，拿命来！分神境，你已经踏入分神境了，他才不到20岁啊，这怎么可能？哪里是自然探路？你们看他经脉的状态，分明是用自毁的招数强行灌动经脉，燃烧道基灌来的临时神威。怪不得人任神风后来见青帝时和道基玄毁，先古而存，原来是为了报仇，用了这种同归于尽的法术。王侯小儿，还敢放肆！分神境巅峰，2个分神境大能死战，这可是要毁天灭地的架势呀！说不定长公子的师尊就在这时候出现，不然以青帝当时的状态，根本不可能从西海老祖手中活命。难道这对西海老祖刮走了青帝的仙骨？可分神巅峰对战高可破的分神，没理由留活口呀！青帝怎么可能活到现在？你居然具有仙骨！真是上天眷顾，有仙骨相助，老夫又何必分神去捉那些童男童女？有你的仙骨，我的血鹰诀就能大成，让你见识一下老夫的不做眼。小娃娃，你的心骨，老夫就笑纳了。师尊，你快早些出现！青帝这一击受得太重了，分神巅峰的夺魄眼可不是闹着玩的啊！可惜了这等天赋。哼，我还以为夺魂眼有多了不起，原来不过如此。这都能站起来？哼，是吗？你一个刚踏入分神期的小娃娃，居然大言不惭！这么说来，老夫可不能让你失望。哼，原来是废柴一根。废柴？我瞧你这老货，这不过是杂草一根。好样的，这股硬气，不愧是青帝。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是不是跟你的嘴一样硬。原来你的骨头跟豆腐一样。好小子，居然还留着这一手！是食人金乌。可惜啊，洞府空间狭小，金乌的火焰施展不开，又失了偷袭的先机。回来！你会长生诀，竟还
还练到了天机同射。身怀龙气，你是天子！等等，你不想活了！灭！西海老祖死了！这一击的威势几乎是金仙降世，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别忘了，青帝踏入修行，满打满算不过3年而已。3年，从筑基直接斩杀分神巅峰，这招逆天啊！若让他继续修行下去，不对啊！如此说来，西海老祖根本没有夺取青帝的仙骨啊！仙骨有温养伤势的奇效，青帝现在虽身躯残破，但只要仙骨还在，绝不可能落到道基全毁的地步。哦，对呀，我们之前都猜是西海老祖夺了仙骨，青帝濒死时紫阳真人现身救人，现在看来剧本全乱了。青帝一己之力杀了西海老祖，仙骨尚存，道基未毁，这跟李月辰说的完全对不上啊！期间具体发生了何事，我并不清，但我可以确定，2日之后我初次遇到青帝时，他身上并无仙骨，斗基也已完全破碎，而且长公主和五皇子都不在他身边。师尊为何会在这个时候出现？又为何只带走了自己和银缕，留下重伤的青帝？师尊，那是紫阳真人，不是说青帝仙骨被夺，濒死之际他才出现吗？可现在青帝仙骨尚存，道基未毁，紫阳真人为何视而不见？他难道是专程来救长公主的？你是神仙？如果你说的是能飞天遁地、御剑成风，那我算是。那我若说的是能把我送回蓝星，并且给我一串彩票号码呢？那我不是。蓝星是什么地方？彩票又是什么玩意儿？你还真的是神仙！求神仙老爷爷救救我这苦命的妹妹！你连濒死的我都能救活，一定有办法救她的。他已经死了，死人怎么能复生呢？可方才我也只剩一口气了，您只挥一挥手，我就感觉重回人间了。求您再试试。这如何能一样？你魂魄尚在，又身怀仙骨滋养生机，我自然能救。他资质根骨平平，生机断绝，除非大罗金仙亲临，否则断无可能生还。长公主明明好好站在这里，难道紫阳真人当年说了谎，还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？紫阳真人是上古圣尊，断不会妄言。孩子，我闻你说，老夫乃是上古圣尊，在这世间已存活万余年，历经72劫、99难，昨日推演天机，算到大限将至，陨落于我而言不算什么，只是我这身经世传承却无以为继。我穷极千载，踏遍诸天万界，只为寻找一个合适的传人。方才你与西海老祖对决，老夫尽收眼底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彩绝艳的天才。如何？你可愿传承我的衣钵？凭你天生木灵滋养的仙骨，日后必定能超越老夫，看到这浩瀚星宇中更瑰丽的风景。老神仙，你说我这仙骨可以救他吗？孩子，人生如长河，它不过是你生命中的一朵浪花。待你得正天道，便会明白，此刻的执念实在虚妄可笑。你没说不行，那就是能救了。若他是你的血亲，以仙骨生机为引，或许有5成机会。只是这般，你道基会彻底破碎，修为尽失，甚至可能活不过3日。多谢老神仙了。连这几只气灵都晓得，你所作所为无异于寻死。唉，真没想到杀伐果断的青帝竟有这般为他人舍命的决绝啊！不要
早知道该多打2针破伤风。这般至宝，若是1000年之前，老夫便是用尽浑身解数也要夺来。老神仙，不挨断是吗？不能断，仙骨须整根拔出来，才能保住生机。莹曼，你这臭丫头，小黄鼠狼，你给我活过来啊！疼，我的骨头好像在疼。诸位当心，这是炼神鼎中人的天人感应，天幕中之人承受巨大苦楚时，会以精神力量将痛感传递出来。我们此刻感受到的是他所受痛苦的1/10。哥，那时的你是怎么忍下来的？老神仙，你真的没骗我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上万岁的圣尊都垂涎的仙骨，青帝居然说送就送。以前都说他残暴无道，可他为了妹妹，亲手毁了自己的修真路。这魔头2字，实在冤枉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仙骨是你的，你要回去，只需要告诉我。青帝残暴，戕害手足，金举义旗，大义灭亲。青帝恶贯满盈，当斩首示众，悬首级于城楼之上。他闭关之时，便是我们里应外合覆灭他的最好时机。老神仙，我送给你一个天赋卓绝的弟子，你就让他代替我去接受这人间的大道吧。那这个小家伙你也让我一并带走吧，一男一女，一阴一阳，正好能将我所创的功法尽数传承。来世之中，我自身难保，老神仙能护他们平安长大，也是恩泽深厚。小子骨端身残，无法行大礼，还望老神仙勿怪。今日一别，生死未卜，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？老神仙，别告诉尹曼今日之事，免得他一生都活在亏欠里。小尹曼，小银驴，以后要听老神仙的话，莫要任性，好好修炼，保护好自己。等你们回来，大哥再给你们做炸鸡吃。大哥，你要等我们回来。哥，长公主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虽然他为你付出良多，但他确实残暴无道，迫害众生。你之前的选择并没有错。他残暴与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算他真的恶贯满盈，我就该拿着他用命换来的仙骨，反过来置他于死地吗？你别忘了，他还杀了你的亲弟弟银驴。以前我信，现在我不信了。他连仙骨都能为我们舍弃，怎么可能杀女儿？他一定有苦衷。我要救他，他不能死。不可！没用的，此炼神鼎乃昆仑上古仙器，就算是大罗金仙亲临，也休想损坏分毫。况且炼神之术一旦开始，便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绝无终止的可能。一直以来，银曼都是我最忠实的支持者。她是银子夜的亲妹妹，有她站在我这边，我的起义才名正言顺。况且她貌美如花，世人都知道我们是天生一对。日后我登基称帝，她便是皇后，先秦的朝政还不是尽在我掌握。可如今，狗青帝都要死了，还要来摆我一道。长公主殿下，就算青帝洗清了夺取您仙骨的污名，可他亲手献祭属下亲妹妹的罪孽，却永远洗不干净。他的妹妹是妹妹，属下的妹妹也是妹妹。属下自问不是悲天悯人的圣人，但对亲人的维护绝不亚于他。属下的妹妹倾心于他，为他茶不思饭不想，可他是怎么回报的？就算心中没有半分情意，也不必把活生生的人献祭给神器做器灵吧。您可知道，我每夜想到我那温柔可爱的妹子成了他操纵的傀儡，心就像被钝刀割一样疼。
邢曼倒戈已成定局，可李月辰是半圣修为，实力强劲，若是能将他拉拢过来，就算没了尹曼，也足以弥补损失。月辰大帝深明大义，不为私情所困，在下实在佩服。若是贸然将青帝放出，恐怕又会血染九州，生灵涂炭呢。青帝乃世间魔头，我等早已受够他的压迫，今日绝不能放他出来。还好有玉环仙子的仙气镇魂，3日后这魔头便永世不得超生了。月辰大帝以大局为重，高义之举，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我与青帝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昔日义结金兰的兄弟早已殊途末路，在他动手抹除我妹妹意识的那一刻起，我与他便是不死不休之局。方才迎曼倒戈已经够吓人了，要是李月成这半圣也跟着反水，就算有夜剑仙在，我们也讨不到好。更何况那边还有妖族虎视眈眈。好一把宝刀，这刀是你的？10日进屋去觅食还没回来，我现在就是待宰的羔羊。这人身形挺拔，气息沉稳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好家伙，还是比木属性的神兵啊！兄弟，你受伤了？这样好了，我助你疗伤，你把这把刀送给我怎么样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原来夜神大帝年轻时还有这般趁人之危的爱好。话也不能这么说。他要是真想要刀，直接杀了青帝拿走便是，还提什么疗伤换刀，算有节操了。我靠，你这是跟盘古干了一架吗？道基全毁，仙骨被抽，经脉断的跟乱麻似的。救不了，真救不了。你这伤，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，也未必能回天。等死吧，告辞。这么好的神兵，要是跟着他一起烂在这里，也太可惜了。我那妹妹精通医理，或许她有办法。青帝，住手！居然还有欺凌！这把刀我要定了。如果当初我没有救他就好了。月辰大帝不必自责，有些人有些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你救他是念及缘分，他害你妹妹是他心狠手辣，这账从来都算不到你头上。素素，快出来！又怎么了？这个月的月钱又被你赌光了。今天哥哥可不是去赌钱，是行善事来着。路上捡了个……你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叫花子？浑身是伤的，别带进府里沾了晦气，快轰出去！我的好妹妹，都是大哥害了你，是大哥对不起你。月辰大帝切莫伤心过度，令妹若在天有灵，见到我们今日成功炼魂迎子夜，为他报仇雪恨，想必也能安息了。别嚷嚷，这人可不一般，你快看看他还能救吗？要是能救，我用救命之恩换他的宝刀，理所应当；要是救不了，等他死了，这柄神刀就是我的仙缘，左右我都不亏。他道基全毁，仙骨被抽，经脉断得七零八落，就算救回来，也只是个无法修道的废人了。那不打紧，只要能救活就行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瞒你？快别瞎猜了，救人要紧。这是什么？好浓郁的木属性灵气。这是为兄仙缘所致，偶然寻到的宝刀。这断刀碧气盈盈，分明是顶级的木属性神器。你一个金属性散修，拿着它不仅发挥不出威力，还会属性相克，实在是暴殄天物。那日后遇见金属性神兵，我也能拿它跟人交换，不是？我看呀，这把刀定是这位公子的吧？这刀这么重呢？这样好了，你先把刀放在我的药园里，这刀散发的生机正好能滋养我的药材，让他们品相更好。等日后医好了这位公子，他若是真心把宝刀送你，你再拿去不迟。你这榆木脑的，真是气煞为兄。在下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
你浑身上下连个铜板都没有，拿什么谢我？其实之前在下尚有一把神兵利刃，可惜已经许给令兄了。我当然知道你把刀给我哥哥了，他倒是聪明，人情他来卖，苦差事却要我来做。那等我身子好一些，亲手给姑娘做一件礼物，聊表谢意。哟，今天精神渐好啊，都能跟我妹子聊天了。还没当面谢过兄弟的救命之恩。谢就不必了，我这妹子乃是药王程淼的关门弟子，你的伤她保管能药到病除。兄弟是来取无风刀的。嘿嘿，跟聪明人讲话就是痛快。此刀虽断，却有灵性，愿兄弟善待此刀。月神大帝，您后来是拿着这无风刀换了现在的金属性神兵烈齿雷牙吗？莫作盛气，无风刀。我当初虽然有拿它换金属性神兵的想法，但是一直没碰到与之相媲美的兵刃。这次带神器出去，其实是为了跟几个世家纨绔攀比而已。原来如此，年轻人嘛，哎呀，哪有不牺牲的？月神大帝正在世家，好面子也正常。呀，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药浴还没泡够时辰呢。我觉得身体大好，多谢姑娘连日来的悉心照料。经脉倒是愈合了不少，精神也渐好。不过你的修为……道基已毁，仙骨被抽，能留一条残命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你倒跟别人不一样，这世上多少人宁可不要性命，也要保住修炼的机缘。你这样的倒是少见。兄弟啊，我对不起你，你的神器被我给弄丢了。我就知道，又是你又在外面吹什么大话。你在何处丢的刀？仔细说清楚。程曦，盛海城的程曦，我就是在那儿被人偷了刀。程曦乃是三教九流汇聚之地，偷抢拐骗之事屡见不鲜。我能通过精神联系召唤十日金乌，他们能感应到无风刀的位置，咱们跟着他们去找。妙极，还是兄弟你有办法，咱们快动身。在那里！啊！月尘爷，月尘爷饶命啊！我只是一时被猪油蒙了心。幸好有兄弟你在，这神器要是丢了，我这辈子都良心不安。这刀看来终究不是我的仙缘，还是我还给你吧。既然已经找回来了，你还是收下吧。他不认我这个主人，强行留下也是无用。你听啊，连他都在为回到主人身边而开心呢。你们兄妹救我性命，李兄，你务必收下。那可是能抗衡元婴修士的上古圣器啊！说好听点是君子之风，说难听点就是……还没请教，兄弟高姓大名？尹子夜。好名字。我李月尘今天就要和你尹子夜结为异姓兄弟。我如今道基全毁，恐怕身份地位配不上与李兄结拜。兄弟相交，贵在知心。我认你这个兄弟，只看你这个人。如此，那我便斗胆与李兄就此结拜。我李月尘今日与尹子夜结为异姓兄弟，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若为此事，天打雷劈，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若为此事，甘受万箭穿心之苦。哥，这么一来，我岂不是又要多一个哥哥啦？我是中平6年生人。好巧，我也生于中平6年，我是1月，比你略长些许。大哥，二弟，大哥，小妹。我亲妹妹莹曼年纪和素素妹妹差不多大，如今也不知过得如何。那从今天起，我便是大哥的亲妹妹，不会再让你孤身一人。大哥，这游龙剑今日便赠与大哥，聊表心意。好剑！剑意，这是剑意药。大哥从未学过剑术，怎么会引动剑中真意？
剑皇李天罡当年在昆仑瀑布下养心3年，才勉强培养出一丝剑意。青帝这可是第一次拿剑吧？不可能！难道他是传说中万中无一的先天剑胚？难道青帝是剑修，以剑入道？好一个万古无一的先天剑胎！前辈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道基全毁，仙骨被抽，难道还有踏入修行的可能？剑修修的不是道基，而是剑心。你乃先天剑胎，稍加指点，未来成就便不可想象。真的不是绝境？哈哈哈哈哈！非但不是绝境，凡是机缘。你可愿拜我为师，跟我入剑道？我未来必以师礼待之，万死不辞。好。从即日起，你便是我玄铁剑尊的关门弟子。这不可能！青帝竟然有师尊，就连长公主这等亲近之人都对此一无所知啊！青帝少年时剑道天赋如此惊人，却从未用过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必是做了欺师灭祖的勾当，才不敢对外人提及。竟是他忘恩负义，被玄铁剑尊毁去了剑心。难怪欺师灭祖是修世界最大的罪。影子夜啊，影子夜，你竭力隐瞒的过往，会在此刻成为你的催命符。这地位终究是我的。青帝啊，青帝，你死前的这一刻，才是你最耻辱的时刻。是不是你的恶也是从剑心被毁的那一刻开始苏醒的呢？这里便是天机宗的山门，我等主掌修行界各路情报机密，是无人敢小觑的隐士仙门。老夫乃是天机宗剑宗宗主，世人称我一声剑圣。这些都是我剑宗的弟子，我所修仙道极为苛刻，也只看中了你一人。天机宗门下有9个小宗门，各司其职，剑宗只是其一。其他宗门之事你不必知晓，专注于剑道即可。拜见师尊。此人是为师游历凡尘所收的亲传弟子影子夜，从今往后便是尔等的师兄。此人年纪轻轻，穿着粗布衣衫，看着像个乞丐，凭什么他一来就是亲传师兄？这小子定是走了狗屎运，还不快进拜！见过师兄。尔等去吧。这些言语你不必理会，修行界实力为尊，当你有足够的实力，自然能让他们闭嘴。每年我剑宗都会举行一场论道较量，为师给你10年时间，倘若10年后你依旧不能势压同门成为剑宗第一，那么你我之间的师徒情谊便到此为止。弟子遵命。以剑斩不公，以刃平不平，就算举世皆敌，也一往无前。这等无敌之心，难怪他能成为日后的青帝。我等此前还以为青帝的霸道是继位后才养成的，没想到他20岁时便已立下如此心境。无敌之心，立之易，胜之难。青帝能一路走到底，这份毅力才是最可怕的。子夜速来剑宗广场管理同门论道。天机宗剑宗的年度论道，名义上是交流心得，实则是弟子间的实力比拼。凭什么他一来就是亲传师兄，躲在阁楼里1年不露面，指不定是在装模作样。若不是师尊有令不许打扰他，我早就上门讨教了。真的我们剑宗没人了？弟子信不辱命，夺得头盔，但弟子不想要任何奖励，只求师尊恩准，请迎师兄上台，与弟子切磋一番。
尹师兄是师尊亲传，悟性定然远超我等，还请师兄不吝赐教，让我等师兄弟也见识见识亲传弟子的风采。这些都是为师年轻之时创下的剑招，以及毕生的剑道感悟。寻常弟子连阁楼的门都摸不到，你可在此随意浏览。不过，为师要戒告你一句：旁人的剑招感悟再好，也是他人的路，只有自己感悟出的剑道，才最契合自身。剑修修的是无敌剑心，若拘泥于他人的剑招，只会让你的剑心受限。想要成为盖世剑修，也要走出自己的路。为师可以为你指点方向，少走弯路，但真正的剑道门路，还需你自己摸索。弟子谨记师尊教诲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罢了，说再多，你此刻也未必能全懂。你先照着阁楼角落的基础剑点修炼，将剑道引入门。有任何不懂的地方，随时来找我。弟子紫燕拜谢师尊大恩。母亲的血仇要报，妹妹要守护，与二弟的誓言要兑现，我有10000个必须变强的理由。二弟，来日你我二人必在绝巅相见。世人皆言顺应天道，顺者吉，逆者凶。天道覆盖众生，定众生命运，可笑。可这世上有太多不公，天定人死，人便不得不死；天叫人亡，人便不可不亡。我既为剑修，自当以手中剑斩那不平。就算举世皆敌，天地共弃，凡阻我者，我自一剑斩之。我倒要看看你这1年躲在阁楼里到底学了些什么旁门左道。今日我不仅要赢，还要废了你的道基。罢了，子夜，你且上台展示一番，为师也正好看看你这1年的修行成果。记住，尔等乃是同门，切磋只为交流心得，点到为止即可。若敢下死手，宗门规矩绝不轻饶。就这，穿得跟个杂役弟子似的，也配当师尊亲传？我看他那把剑，劈柴都嫌钝，无双师兄1根手指就能赢他。师兄，你初入宗门不久，修为尚浅，还是你先出手吧。师弟，我定会手下留情，不会伤到你的。你先出手吧，我出手，你便没有出手的机会了。这孩子怎么如此冲动？就算有底气，也不该当众说这种话。若是输了，今后在宗门如何立足？师兄既如此有信心，那师弟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若是不慎伤到师兄，还请师兄莫要怨我。哼，狂妄小儿！今日我便废了你的剑心。就算师尊怪罪，也是你挑衅在先。师兄，得罪了！孽障，竟敢无视我的警告！若子夜有半点闪失，我定废你修为，将你挫骨扬灰！
什么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是无敌剑意，你竟在1年之内领悟出了无敌剑意。弟子只是遵循师尊教诲，悟出了自己的剑道。拜见师兄，师兄剑威无双。妖孽！1年时间，从剑道入门到大成境剑意，这人能做到的事？我修到大成境花了300年，300年啊！青帝这修炼速度，简直是在碾压我的道心。得亏青帝的仙根没了，得亏他后来戒心破了，不然这世界谁能与他抗衡？这种妖孽根本无人能败。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天幕在骗人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强？我才是天之骄子，我才是！老夫究竟收了一个什么妖孽徒弟？尹师兄太可怕了，1年时间就有如此实力，不愧是师尊亲传。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还嘲笑师兄穿的寒酸，现在才知道师兄这是真正的返璞归真。我要以尹师兄为榜样，日夜苦修，将来也要成为这样的剑道强者。师尊，不必多礼，为师今日来是想问问你的剑道之路究竟走到了哪一步？我既为剑修，自当以手中斩剑那不公，斩那不平，就算举世皆敌，天地共弃，凡阻我者，我自一剑斩之。师尊，您怎么了？子夜，你的剑心太过纯粹，也太过苛刻。你所走的剑道比为师的破阵剑道更为霸道，更为极致。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为师已经无法指点你的剑道了，你的路比为师走得更深远，只能靠你自己摸索。师尊将弟子领入剑道大门，已是大恩，弟子能有今日，全靠师尊提供的修行环境与古籍，怎敢再求师尊指点？这是为师年轻时的剑道笔记，里面记载了我遇到的各种瓶颈与破解之法，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你的天赋远超为师，未来的成就必定在为师之上，好好修行，莫要辜负了这份天赋。弟子遵命。赢师兄，该吃饭了。多谢。赢师兄，您都3年没出门了，外面的师兄弟们都传遍了，说您的剑艺又精进了。对了，剑圣师尊这些年也一直在闭关，听说就是被您刺激到了呢。哦，还有，3年前您那惊天一剑惊动了宗门高层，长老们天天往剑宗跑，都想请您去其他分宗当客卿呢。师尊，子夜呀，你可还记得当初为师收你为徒时，你曾说过什么？弟子曾言，师父若肯教我剑道，我定会报答师父恩情，此生不忘。没忘记就好。你在天机宗3年，想必也听说了一些宗门新秘。我天机宗能在九州大陆立足1000年，凭的不仅是遍布天下的情报网，更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底牌，比如暗杀。剑宗明面上是天机宗的首山宗门，可实际上宗门所有的暗杀任务都由剑宗负责。那些被情报网抓住把柄的仇敌，阻碍宗门发展的绊脚石，都由我们悄悄清理。你不必惊讶，修行界本就弱肉强食，想要立足，光有光明正大的手段远远不够。这些人都是天机宗的死敌，也是阻碍九州大陆格局稳定的毒瘤。宗门高层商议后，决定让你出手。师尊，我的剑是为斩不公而生，并非暗杀的工具。
徒儿啊，说到便要做到。当初为师给你重生之机，让你在剑炉博览秘籍，这份恩情你总不能不报吧？哎，这些任务对你也是历练。等你完成这些，你的剑心会更加坚韧，宗门也会将你列为下一任剑宗宗主的继承人。王师上古时期横空出世的天骄，仅凭一己之力便将没落的王氏家族带向辉煌，修为深不可测。但他性情狂傲，树敌无数，此次雇佣天机宗使的幸运，也是其中多仇敌之兵。是哪个不长眼的蠢货，敢闯我王氏世家的地盘？毛都没长齐的小鬼也敢来挑衅我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天机宗剑宗尹子夜今日前来，只为与你一战。哼，原来是那个躲在暗处搞暗杀的鼠辈宗，怎么害你来取我的性命？就凭你！是王痴，竟然有剑仙之姿的王痴！此人崛起于上古，虽有盖世天赋，却狂妄至极。当年号称至尊境无敌，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是当年辉煌了整整1个纪元，镇压过无数的境强者，修为早已达到至尊境巅峰，连主帝都能与其周旋。可后来他却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世间，再无他的消息。没想到竟是与青帝有关。可当王痴销声匿迹时，修为已经准帝，除了真正的阶仙，谁能杀他？青帝此时才修行剑道4年，就算天赋再妖孽，最多也只是元婴境。对上王痴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上传言王痴是得罪了域外金仙才被斩杀的，这才是最可信的说法。你们说青帝是不是故意的？他之前在阁楼中犹豫，显然是不想做天机宗的棋子，如今直接找上王痴这种强敌，难道是在求死？还是说他的剑心就是在这场战斗中被毁的？这不可能！青帝绝非贪生怕死之辈，但也绝不会自寻死路。他背负着血仇与责任，对自己严苛到极致，怎么会拿性命开玩笑？是啊，他连道基尽毁都能重新崛起，心性何等坚韧！就算不愿做天机宗的棋子，也定会另寻出路。我等虽不知青帝此行目的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的剑心大概率是毁于王痴之手。青帝走的是无敌剑心之路，讲究碾压一切阻碍。可王痴是至尊境巅峰的巨擘，此刻的青帝根本无法撼动他，剑心遇挫，自然容易破碎。也好，就算不是欺师灭祖，剑心破碎也足以让你沦为废人。我倒要看看你这无敌剑心被击碎时会是何等狼狈。我来杀你！疯了！青帝真的是来杀王痴的，这份勇气不愧是青帝。本座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杀我？有人雇佣天机宗杀你，我是执行者。至于雇主是谁，我不会告诉你。好一个光明磊落的杀手，老子敬你是条汉子。与我来！金仙之姿绝非浪得虚名，至尊境巅峰的王痴距离金仙仅有1步之遥，其战力足以轻松碾压大成期修士，甚至能与准帝周旋。阁下出手吧，既然敢来杀本座，想必是有几分本事的。你我本无仇怨，我愿给你出手的机会，还是你先出手吧。哈哈哈，好一个狂傲的小子！本座自诩一生狂傲，今日竟遇到比我更狂的。你可知你面对的是谁？一个10几岁的少年，修行不过4年，哪来的这般自信？难道是天机宗给了他什么保命的底牌？罢了，本座没时间陪你耗下去。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便别怪本座以大欺小。小子，接本座一拳，动心！
我的剑，斩不公，抗天命，区区至尊境又何足惧哉？怎么可能？你不过修行4年，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剑意？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王痴啊，拥有金仙之姿的盖世强者，天道眷顾，福元身后，修行数万年才登临至尊境巅峰。青帝踏入剑道才4年，4年啊！我孙子修行40年，还在练气境，他却能一剑斩金仙，这他妈还是人吗？一剑灭金仙，如此强势的碾压，怕是只有大罗金仙才能做到吧？青帝这是踏入准地境了？不对，这里面有问题。青帝后来的静心不是被毁了吗？他能一剑斩杀王痴，实力至少是准地境，甚至可能触摸到了大罗金仙的门槛。这等实力，何人能毁他剑心？对呀，上古时期的太金仙就那么几尊，而且他们都在镇压九州大陆，守护时空稳定，根本不会轻易出事，更不可能愿意和青帝这种绝世天骄产生因果。不可能有想，我追随青帝万古岁月，亲眼见证他从未动过剑，那段剑心被毁的往事，他隐瞒得极深，哪怕是对我，也从未透露过只言片语。能够成就金仙之姿，哪个脚下不是累累尸骨？哪个不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？可他与我无冤无仇，我却亲手终结了他的性命。世间万事两难全，王痴，或许你本不该死于我手，可恩师重大，我却不得不还。仙堂国主英明神武，励精图治，不仅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更大力扶持修真。这里也成了九州大陆产出修真者最多的国家。离开仙堂已有4年，故地重游，往昔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九彩菊龙花性寒，本身带有剧毒，花上凝结的秋露寒毒更甚。你采了这么多，是用作什么的？大哥，你怎么悄无声息的，吓死我了！是你太专注了。哎，对了，月晨呢？我今日得空，特意来跟二弟三妹相聚。他呀，跟着仙堂皇帝去打百利国了。修士还能掺和世俗世界的战争吗？这不合常理。是百利国先请来了一位邪修，据说那邪修能驱动死尸作战，让仙堂军队损失惨重。没办法，仙堂皇帝才发布榜文，征召世家修真弟子上前线支援。二弟他还安全吗？安全倒是安全，他每日都会传书回家，只是心里总说军中生活清苦，恨不得立刻逃回深海城呢。这也好，
正好磨一磨他那背懒的性子，让他知道世间疾苦。大哥既然来了，就在这儿歇着，我去做几个拿手小菜。虽说二哥不在，咱们兄妹俩对饮几杯也是一样的。三妹，这东西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叫做八音盒，是我修行之余亲手做的。之前答应过你，要送一件自己制作的礼物，今日总算是兑现了。好好听，谢谢大哥，我太喜欢了。你喜欢就好，我还怕自己手工粗糙，入不得你的眼呢。哪里会，大哥的做工可精巧了，这音乐也极为动听，素素喜欢的紧。能杀的，不能杀的，我都杀了。之后，不想再杀，也不会再杀。我只需要你杀最后一个人，此事之后，我便不再是你师尊，你我之间恩断义绝。杀谁？为何是他？剑心被毁，难道与我有关？青帝当年肯定没杀月辰大帝，可他到底做了什么，才会让剑心破碎？唉，上古之时，除了青帝自己，还有谁有资格毁他的剑心？这里面一定有隐情。尹子夜，你终究还是栽了。杀兄弟是背信弃义，违师命是忘恩负义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为何是他？李月辰是我在这世间为数不多的亲人，是我落魄时伸出援手的兄弟，是我曾发誓要守护一生的人。师尊明明知晓我们的交情，为什么还要逼他做这种选择？难道师徒情谊在他眼中就如此不值一提？此事非我本意，是天机宗的命令。这2年，李月辰实在太过出挑。他出身仙堂世家，家族与皇室关系错综复杂，此次为仙堂征战本是理所应当。可你知道，百利国是天机国扶持的世俗国度，天机宗要的是九州战乱不断，只有这样才能从中渔利，巩固地位。李月辰在百利国战场屡立奇功，如今已几乎能统领战局。再任由他发展下去，百利国迟早会被仙堂一统，这是天机宗绝不能容忍的。仙堂部队整肃，李月辰背后又有无数护道者，整个九州只有你有实力杀他，也只有你是他的兄弟，能轻易接近他，取他性命。老夫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个，去杀李月辰，事后你重获自由，与天机宗再无瓜葛，你我师徒因果彻底两清。第二个，你可以选择不去，以你如今的实力，整个天机宗也拦不住你。只是你别忘了当初对我的誓言，那份施恩，你终究是欠着的。我说过，我尹子夜从来不欠人家的。李月辰是我手足兄弟，你是我师尊，你要我杀兄弟，我便给你一条手臂，也算对得起你这几年的教导。老剑圣，我的剑道是你教的，今日你我师徒恩断义绝，我便将这颗剑心也还给你，这样可对得起你，可还清了你的恩情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，大哥，原来这才是剑心被毁的真相。除了他自己，谁能毁得了那颗无敌剑心？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！
大哥呀！唉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对不起师尊，没有对不起兄弟，只是母亲血仇未报，我却亲手毁了复仇的希望。不练剑了。嬴子夜，我是你祖宗18代，谁特定准许你不练剑了？谁准许你不练剑的，我就不准！你个傻子，天底下最大的傻子，你就不能放下那骄傲的骨头，假装来杀我吗？我李月辰，就算被你看上一切，那又能怎样？就许你是我兄弟，就不许我是你兄弟，有你这么做兄弟的吗？月辰大帝莫要太过伤心，诚然青帝为你做了许多，为什么要放弃剑道？为什么自毁剑心？没想到反而收获了更多敬佩，这根本不是青帝的黑料，是他的洗白之路。迎漫反水就算了，连李月辰的复仇之心都动摇了，可他终究献祭了你的妹妹，血亲之仇岂能不报？恶心，太恶心了！我本以为嬴子夜会身败名裂，我心中有数，待他陨落之后，我便废掉这身修为，避世不出。我欠他一颗无敌剑心，便拿我的一生修为还他这份恩情。怎么会这样？李月辰可是九州大陆少有的顶尖战力，声望更是仅次于嬴子夜。只要他肯站在我这边，嬴子夜留下的势力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我继承青帝之位后，才能凭借他的威望威压众生啊！换作是我，恐怕也会这么做。青帝为月辰大帝付出的实在太多了。那颗无敌剑心，若是能留到现在，足以镇压诸天强敌。月辰大帝这份愧疚，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李月辰，你竟还在为这种人缅怀兄弟情谊，真是可笑。是青丘女帝，妖族大帝燕芊芊。见过妖皇陛下，此番能顺利镇压青帝，陛下功不可没。待青帝陨落，本帝便在天宫设宴，为陛下庆功洗尘。不必了。青帝对你们尚有几分真情实意，可对我妖族却只有不共戴天的血仇。当年他血洗青丘，屠我妖族100万子民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清楚。如今青帝被镇压，尔等之中无论是谁，倘若生出一丝放出青帝的心思，我燕芊芊便与他不死不休。燕芊芊实力远在我之上，如今连他都要杀兄长，兄长危险了。我燕芊芊便与他不死不休。燕芊芊冰冷的警告声在夜空中回荡，字字如刀，既划清了与青帝的界限，也震慑着在场所有修士。上古之时，妖族本是九州顶尖大族，声势甚至凌驾于天宫之上。可青帝仅凭一人之力，便险些让妖族在此界亡族灭种。更致命的是，青帝还擒获燕芊芊之母，以自身道亲镇压于无尽深渊。青帝一日不死，他母亲便永生永世，无法挣脱封印。妖皇陛下所言极是，青帝罪该万死，本帝定会严加看管，绝不让他有翻身之机，为妖族100万亡魂报仇。哼！唉，好不容易抓住的希望又彻底失去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他心底满是凄凉与茫然，前所未有的绝望席卷全身。喂，你醒醒呀！妖，
这只白狐通体雪白，血液还蕴含神性，怎么看都与青丘灵狐有关。燕芊芊陛下便是青丘灵狐，这只白狐会不会与他有什么渊源？这狐狸会不会就是燕芊芊本人？可恨的小白狐，你可知你的所作所为，给我妖族日后招来了多大灾难？芊芊大帝，那小狐狸该不会是你妖族的某位强者吧？我妖族强者，除我之外，无一是狐属。况且，若让本宫知晓他的身份，不需你等出手，我自会将他镇压。你醒啦？为什么救我？妖羽人本是宿敌，修士猎杀妖族取妖丹，妖族觊觎人类血肉，从来都是无休止的厮杀。他不可能无缘无故救我。没有原因，只是遇见你，不想看着你死。我剑心被毁，道基不存，孑然一身，无传承无背景。你从我区区一个废人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。别想太多，好好养伤吧。倒是希望自己就这么死了，或许就能回去吧。快吃些吧，补充体力。难道要冻死在这里吗？你应该不能化形吧？你现在还很虚弱，暂且待在这里。我去洞外看看还有没有果子。算了吧，我这副身躯早已被我折磨得不成样了，如今就剩一副空壳。你纵然将血脉尽数于我，也救不活我的。既然遇见，便不想看你死，一定可以的，会有办法的。你在这里等我。果然还是想通了，走了也好。剑伤，这是剑气残留的痕迹。你去了天机宗？滚！谁要你用命去换这些东西？把这些吃了，别浪费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不喜欢欠人家的。你若不说出缘由，你死我也不会再接受你的好意。我要死了。看到了，我这一脉被人下了血脉诅咒，每次动用本源之力，生机便会减去一分，直至油尽灯枯。没有办法解开诅咒吗？可能性不大，下诅咒的人太过强大，举手投足便能碾压九州众生。你可知那片尽头是什么地方？荒古剑躯。或许禁区深处藏有解开诅咒的神药，我本打算闯一闯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希望。没想到半路遇到了你，我此行本就九死一生，能顺手救个人，也算没白来这世间一遭。所以你得好好活下去。我知道你定是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，但活着就有希望。你比我有更多选择，不是吗？是啊，血仇未报，我哪有资格去死？我这一脉就剩我一个了，所以才千里迢迢来这里。我不能死，我死了，族群就彻底断绝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舞。哦，我叫尹子夜。知道了。你应该是不能化形吧？其实可以，就是样子不好看，怕吓到你。我想看看，就算以后见不到了，我也要记住你的样子。没吓到你吧？没有，很美。这左半边脸还有那颗美人痣，怎么和青丘女帝这么像？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他们之间肯定有渊源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青丘只剩下我一脉了，他是谁？为什么会有我们一族的印记？你们那是什么眼神？
简直不可理喻！青丘大帝美艳无双，乃是天道宠儿，那只杂毛狐狸容貌残缺，命运卑贱，岂能与之相提并论？要说青帝的性命，算是这只小狐狸救下的吧。可他后来为何如此憎恨妖族，甚至不惜血洗10万大山，险些灭了妖族全族？当年青帝以一己私欲掀起了妖族的灭族之战，妖族唯一的金仙被他斩杀于虚空，镇压在九州九域的封印之中。那一战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也让青帝的残暴之名传遍九州。哼，这便是青帝的真面目，忘恩负义，心狠手辣，受妖族恩惠却反戈一击，此等恶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该走了，我已经时日无多，是时候进入昏谷禁区了。如果你就这么去，一定会死的。他不仅救了我的命，更让我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希望，唤醒了我的道心。这份恩情，我岂能不报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。我别无选择，去尚有一线生机，不去不过是坐以待毙。认识你，很高兴。一起去吧。我好不容易才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你现在修为尽失，跟我去也是送死呀。是为知己者死。如果你我二人只能活下一个，希望是你。轮回境地凶险异常，里面绝大部分物体都蕴含不祥诅咒。我们修道之人不怕凶兽阵法，就怕这种诡异东西。它平时不显山露水，却可能在突破渡劫时突然引发心魔，多少万年修为的老怪物都因此冰结陨落。一只濒死的狐狸，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，他们怎么从这禁区中走出来的？也许只有青帝一人出来了吧。小狐狸大概率陨落在里面了。我觉得也是，而且青帝后来那套独步天下的功法，说不定就是从禁地中找到的。若不是尹曼和李月辰做内应，这3000修士恐怕还不够青帝一招秒杀。要是能得到他的修炼法门，咱也能登顶九州。只要找到青帝功法的线索，哪怕是残篇，也能让我的实力再上一层。到时候燕芊芊也得对我俯首帖耳。烤鱼要放盐，知道吗？咱们身体里都需要这种东西，不然会没力气的。我再去捉一些，这鱼太香了，跟条小泰迪一样，精力真旺盛。道基破碎，无法引导灵气；剑心被毁，无法感悟剑道。寻常修士早已彻底放弃。可尹子夜不同，作为穿越而来的修真者，他曾2次登顶九州巅峰，所见所闻早已超越常人。在一次次绝境中，他依稀触摸到了这个世界最至高无上的存在——规则。这个世界的修士移山填海，逐雷驱电，不过是借助灵力沟通世界规则。若是我能直接掌握规则，而非借助灵力，便能成为世界之主。道基被毁还想修炼，真是异想天开。九州大陆存在几百亿年，精彩绝艳的天才不计其数，却从没听说过谁道基被毁后还能修炼的，实在愚蠢。这卑贱的狐妖，连半点骨气都没有。那青帝是没手没脚吗？你为他凝练灵韵，治疗伤势，自己落得一身伤，到底得到了什么？若是让我知道你是谁，非把你捉出来，好好折磨一番，让你知道背叛妖族的下场。妖皇陛下息怒，等咱们抓住青帝，定要从他口中问出这狐妖的下落，为您出气。我暗示的，只要找到轮回海，诅咒就能解开，我的身体也能复原。对，一定会找到的。2个被命运啃噬的只剩残躯的生灵，在这荒芜禁地里相互取暖。
快走！是石灵亚被不想诅咒的魔物。若是有10日金乌在就好了，咱们乘着他们，定不会如此狼狈。我妖族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！能放下妖族的骄傲，在这青帝亡命分头，这只白狐对他是真的掏心掏肺啊！若非他舍命相护，哪来后来的青帝？可青帝转头就血洗10万大山，将妖族赶尽杀绝，实在毫无人性。诸位请看，这便是青帝的凉薄本性。人家为他付出一切，他却视若草芥。此等恶徒，当诛！在这里，只有实力才是活下去的底气。这不是我陪他入禁地的意义，必须抓住这丝灵胆，把天道规则牢牢攥在手里。他怎么敢的？人家刚舍命救他，他倒好，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，只顾着自己修炼。这只小狐狸真是看错了人，不如直接把它丢在禁地里，自己去找轮回海，反而能多一份生机。他能为李月辰自废剑心，怎么就不能多关心一下这只狐狸？简直冷血无情，怪不得后来会成为人人喊打的大魔。尹子夜呀，尹子夜，你的凉薄本性终究是成了我最好的武器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傻瓜？明明只是萍水相逢，明明已经救过他一次，却还愿意用命去护着。一想到青帝后来血洗10万大山，贫道就为这只小狐狸心寒，他自己都快死了。或许这只小狐狸根本不是死于血脉诅咒，他是生生被青帝拖累死的。你拼死救他护他，可他都做了些什么？你为他做的还不够多吗？你妄为妖，更是我妖族的罪人。不管青帝后来如何，这只狐狸的情分，他终究是欠大了。禁区里最可怕的不是强大的魔物，是这种无处不在的不祥诅咒。我可能走不下去了，血脉里的诅咒很快就要我的命。我说过，要一起找到轮回海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走吧，我的朋友，离开这片禁区，好好活下去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救你吗？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我以为自己够可怜了，直到遇见你，道基崩碎，剑心被毁，连手臂都断了。我们真的很像，一样倔强，一样悲苦。我从未后悔救你，两个命运悲惨的人，总归要活一个吧。我死之后会化作一颗妖丹，里面有我的修为和血脉之力，你炼化它，或许能让破碎的道基恢复一些。千万别辜负我。青帝他不是人，小狐狸对他掏心掏肺，以妖血疗伤，他怎能忍心炼化？他遇到尹子夜时多健壮，为了救一个陌生人，把自己熬成了这副模样，这份情太重了。好傻啊你！他是狠辣无情的人，怎么配你对他这么好？我不能让他死。道基碎了可以重铸，剑心毁了可以再生。我既然能触摸到规则，就一定能救他。这是……我说过，会带你找回轮回海。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这是什么修炼法门？竟能让重伤者瞬间痊愈，简直堪比活死人肉白骨。并非活死人肉白骨，他调动的是蕴含强大生机的规则之力，虽不能逆转生死，却对疗伤有奇效。是天道，他修的是天道。我曾在古籍上见过关于天道修行的记载。我不求道，道自然来。若能登峰造极，便可掌控世界之力，做到天道即我，我为天道。传闻此等修为，一念可扭转天地规则，不仅能长生不死，甚至有逆转生死之能。这才多久，他居然靠自己
硬生生揣摩出了天道修行之路，这智人吗？这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没用的，下诅咒的是太古大能，我试过无数方法，连靠近他都做不到。连天道规则都没有，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诅咒？这小狐妖看着平平无奇，为何会被盖世大能下此死咒？这里面一定有隐情。噬魂咒。我真不是人，一个月掌握万千规则，这是把天道当儿戏吗？之前还觉得他道基尽毁是不幸，现在才明白那是他逆天的开始。我可能走不下去了，诅咒在啃噬我的灵魂。可以的，我守护着你，一定能带你找到轮回海。也许根本没有轮回海。有的。也许青帝后来变得狠辣无情，就是因为这只小狐妖的陨落吧。他守不住想守的人，才用冷酷伪装自己。没想到禁地内还有如此秀美的地方，要是能葬在此处，这里面有能治你伤势的仙草，你不会死在这里的。禁区之中，越是平静美好的地方，越可能藏着致命危险。这仙草必然有守护者，待在这里别动，我去取仙草就回。瞬移。这便是禁地的恐怖之处吗？这巨恶的气息比金仙还要恐怖。能守着长生草这种至宝，必然是禁忌中的顶级凶手，不知吞噬了多少天才地宝。青帝当年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这巨鳄随便一找就能把他拍成肉泥巴。这巨鳄的妖力已经触及妖王境，鹰子夜出掌规则，绝非其对手。你们太小看他了，影子夜最擅长的就是在绝境中创造奇迹。来！这家伙当真是皮糙肉厚，想要斩杀，恐怕要数月鏖战。朕！落！老天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操控天地气象，这是人类能做到的事吗？这是真的！一人身于天位，他到底走到了哪一步？这是金仙还是天道？
说好的一起活下去，你不能食言。轮回海，生死规则，他居然领悟了生死规则。原来轮回海并非地狱，而是规则显化。只有掌握生死规则的人，才能将它召唤出来。谁能想到，青帝的本命法器竟是轮回海所化？这两座魔盘，怕是能碾压世间一切法宝。为了一只狐狸领悟生死规则，殷子夜，你到底是无情还是有情？天可怜见，咱们两个普密人居然都活了下来，真好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只说过自己是小舞，还没告诉过我真名。我叫燕芊芊。殷子夜，你带我去长安好不好？我听说那是天下最平安的地方。殷子夜，快死的我你都能救得活，你这手臂没法重生吗？我倒是忘了这一招。这些天好像也习惯了。我现在就试试骑。这容貌简直和女帝一模一样，都是青丘狐族，长相丝毫不差。若不是一个人，谁信？这必定不是本尊，他的确与本宫有些相似，但本宫从未与青帝有过这种过往。青帝乃本宫宿敌，恨不得食他肉，吞他骨，如何可能舍命救他？再说了，尔等仔细去看，那小不力可同本帝一般有功德经纶庇护，可同本帝一般备受天道眷顾。女帝所言极是，单从气质上来说，女帝杀伐果断，威严赫赫。这只小狐狸不过是羞怯甜美的寻常妖狐，二者天差地别，绝不可能是同一人。燕芊芊，女帝，您没事吧？天上白玉京，地上长安城，这是嬴子夜当质子时便听闻的传说。嬴子夜，走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谢谢，不怕被你笑话。我虽是仙袭王子，可从生下来就没进过这么大的城。不怕不怕，有我在呢，定将你须臾之间变成竹世家公子。怎么样？很好看，比长安城里的世家公子都好看。天哪，青帝年轻时居然这么帅，这眉之眼简直长在了我的心巴上。就是说啊，这么帅的人能坏到哪里去？我都觉得咱们跟着讨伐他有点过分了。你们都别忘了，他可是后来残暴不仁、屠杀妖族的青帝，别被他这副模样骗了。青帝元神都被你捉进炼神鼎了，我们磕一磕他和小燕仙仙的 CP 还不行吗？你们别瞎说，那里面的妖狐根本不是我，而且从上古时期开始，狐族和人族就不可能在一起，不然会遭受诅咒的。如果这画面中的狐妖真的和青帝相爱，那他肯定已经深受天罡九雷的处罚，形神俱灭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原来还有这种禁忌，看来他们的结局恐怕不会好了。什么？青楼？我不去。嬴子夜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还帮我解开了血脉诅咒，如此恩情，本该以身相许。谢谢，你别这么说。我知道，人要殊途，你我终是不能在一起。天道神法，谁都撑不过去。
我是喜欢你的，你心里也喜欢我吧？可是我们俩是注定不能在一起的。你随我去青楼，见了那里面女人的美好，便可以很快忘掉我啦。其实啊，我也早就想见识一下长安的教坊司了。英雄啊，燕帝，彩环阁是长安最有名的会所，隶属于教坊司，朝廷开设的公办青楼。这里的女子温柔识趣，能歌善舞，被九州三界的人吹嘘上天，是名副其实的销金窟。二位公子，咱们教坊司规矩特殊，进门需付3两茶费。这茶费并非选姑娘的费用，而是参与打茶围的资格。若是能入了姑娘的眼，得了小棋，才能入闺房细谈。教坊司的客人非富即贵，要么有雄厚财力，要么有出众才情，陪衬者只能自认倒霉。明明互相喜欢却不能在一起，还要故意撮合对方忘掉自己，太好哭了！什么破天道神法？谁要相恋怎么了？凭什么要遭天谴？逛青楼还逛得如此冠冕堂皇，这就是你们同情的青帝？他本就品行不端，如今更是伤风败俗。你懂什么啊？这是无奈之举，青帝是为了保护小燕仙仙才答应的，换成你，早就丢下人家自己跑了。不是我没有。记忆可以尘封，但情感不会说谎。天罡九雷或许能毁掉肉身和回忆，却毁不掉刻骨铭心的羁绊。英雄，这家酒楼价格比别家高出10倍，生意却是长安最红火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何？因为他。英雄，他叫玉环儿，是长安最出名的歌姬。今晚是他第1次接客，清里的公侯为了他的初夜都快打破头了。不过英雄放心，我少时混迹长安，颇有家资。今天就算散尽家财，也要把这世间最好的女子拍下，送与英雄。天空之城，你真的是三妹？三妹？难道这个玉环儿是李将军的妹妹？当初我为先唐卖命边关，浴血奋战，只因唐王听信奸臣谗言，说我通敌叛国，将我囚禁在崖塔之中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连素素都不放过，把他送入了教坊司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反了先唐，舍弃一切跟随青帝。若不是青帝当年救我出狱，我恐怕连妹妹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。先唐皇帝也太过无情了，囚禁功臣不说，还迫害其家人，难怪李将军会反。若玉环儿真的是李将军的妹妹李素素，今日若没遇到青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哪里来的无知小辈，竟敢在此撒野！不愿何在？给我把这疯子轰出去！三妹，真的是你对不对？你说句话呀！诸位莫怪，我这兄弟今日多喝了几杯，认错人了，惊扰了大家，实在抱歉。英兄，若是你的旧事，咱们救他便是，但害时才是金牌之事，现在闹起来只会打草惊蛇。你此刻冲动，对他对你都没好处。谢谢，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请你帮我救下一妹。放心，这长安城内还没几个比我有底气的。我这兄弟酒后失言，给大家添了麻烦，这点金子不成敬礼，就当买些酒水瓜果，给诸位赔罪了。哼，下次看好你的朋友，别让我们难做。再有下次，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。哎，一定一定，我们这就安分待着。慢着，冲撞了玉环儿姑娘，打扰了满座雅兴，岂是一锭金子就能打发的？今日之事，休想善罢甘休，
上官公子所言极是，这两个小子獐头鼠目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干脆割了他们的舌头，给玉环儿姑娘赔礼。呸！玉环二姑娘冰清玉洁，要他们的臭舌头干嘛？不如剁了他们的手指，让他们知道规矩。最讨厌你们这些臭商人，以为有2个臭钱就能玷污玉环二姑娘的清誉。今日玉环二姑娘的茶围，并非有钱就能参与，才情若是不过关，就算出价再高也没用。到时候本公子亲自把她打出去，以正风气。既然你这么想接近玉环二姑娘，那就从你开始，是奏曲弹琴，还是诗词歌赋，你选一样。若是过不了本公子这关，就趁早滚出玉环阁。这小子是先唐皇族子弟上官云次，他爹是当朝太尉，权势滔天。今日他摆明了要针对我，怕是很难带玉环儿离开了。不行，三妹还在他们手中，李大哥又因先堂构陷被囚，或者冲动，只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危险。你倒说说，什么样的诗词能配得上玉环姑娘？哼，玉环小姐现役当天，九州最好的诗人都齐聚采环阁，其中更有当今陛下亲笔御赐。你自己琢磨琢磨，什么样的诗词配得上他？连陛下都提了诗，看来咱们就算散尽家财，也别想一亲芳泽了。哼，皇帝写的，便就是好吗？你大胆！这不要命的杀才，知道自己刚才说的是什么屁话吗？污蔑圣驾，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。哦，那如果我写出了比陛下更好的诗文，又如何呢？你要是能写出更好的诗文，我立刻跪下来给你叩头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大哥，这首《清平调》竟然是亲弟所作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光是这一句就足以流传千古。是啊，据说先唐有无数修士，清帝不仅修为通天，居然还有如此才情。要是有人能为我写一首这样的诗，就算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这样文武双全的亲弟，谁不爱啊？可惜他的元神被叶公子关进炼神鼎了。要是有办法能救他出来就好了。大家不可能因为一首诗就忘了清帝是个怎样残暴的帝王。他在位期间沾染了九州无数生灵的鲜血，一首诗难道就能抵消他的滔天罪孽吗？不错，清帝对我妖族所作所为，天人共愤，血债累累，这是什么诗句都无法抹除的大恨。你们这些女修士都给我适可而止！若是再让我发现谁因为个人私情偏向清帝，甚至提出解救他的话，杀无赦！幸好有女帝支持我，等我执掌先秦大权，一定要把她娶来做妃子。到时候，妖族与人族的力量都为我所用，天下就是我的了。大哥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用害怕，大哥来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。金票10万两，为玉环二姑娘赎身，这是她的生气。慢着！此诗一出，羞煞天下读书人，我上官云次服了。我一辈子也写不出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这样的千古名句。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先生，我给您道歉。这宅子是我早年在长安购置的，就送给银兄了。以后你们兄妹俩就住在这里，安全清静。这怎么行？如此贵重的府邸，我不能收。难道我一条命还抵不上这一座房子吗？这份恩情岂是一座宅邸能报答的？银兄不必多说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快带着玉环姑娘进去休息吧。其实我和素素是……哎呀，我都懂，快进去吧。那个三妹，
我们先进屋，我跟你讲讲这些年的经历。这是昆仑山的玉环仙子，她怎么会是李将军的妹妹？难怪玉环仙子一直针对青帝，原来他们之间还有这样的过往。素素，真的是你！哥，你没死，可你既然活着，为何不早说？当年我在采花阁被人喂服了一颗洗髓丹，我若公开身份，就再也没机会接近影子夜了。接近他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青帝有负于你？他何止有负于我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生食他肉，可以他血。不是我三妹，可你怎么会弹奏《天空之城》这首曲子？这是我只交给素素的旋律。教坊司的人喂我吃了一颗洗髓丹，我的容貌变了许多。不过大哥，我的声音你总能听出来吧？原来如此，是我糊涂了。幸好大哥今晚来了采花阁，不然的话，素素真不知道会身此何人。素素，你可别瞎说，我把你赎回来可不是为了……我自然是信你，不过你还是先解释解释，你一个仙禽王子跑到那种地方去干嘛？行了行了，我不问你了，你别急得把耳朵拽下来了。哎呀，我真是跳进天河里也洗不清了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赢大哥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般才情。这个嘛，对了，二弟呢？他怎么没和你在一起？他被奸人所害，遭人诬陷通敌叛国，已经被唐王捉起来关押在雁塔了，生死未卜。三妹，你别担心，二弟的事情我一定会管到底，就算闯遍仙塔，我也要把他救出来。你不要叫我三妹了，以后就叫我玉环吧。我身子经过洗髓丹改造，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，而且李素素这个名字也不能再用了，会引来仙堂的追杀，给你添麻烦。那也好，玉环。当初你和我哥结拜，我并没有参与跪拜，所以三妹这个称呼你还是留给别人吧。你不喜欢，我以后不叫就是了。我哥的事情我绝不会忘，明天起就劳烦银大哥和我一起去百丽国，那里有能证明他清白的证据，我们先拿到证据再去救他。那是自然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夜深了，该休息了。银大哥，我俩是住一屋还是分开住呢？当然是分开住，住一起像什么话？我就在旁边厢房将就一晚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出发去百丽园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之前说大哥欺负了你，可我看天幕中的大哥一直都是君子所为，从未有过半分逾矩。哥哥，你是男人，根本不懂。我呀，从他在采环阁缓缓走过来，牵住我手的那一刻起，便全心全意的爱上他了。既然这样，你又为何要如此设计，把他的元神困在里面，受炼魂之苦？我只是想知道他究竟有没有爱过我。简直荒唐！你想知道直接问他便是，何必闹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？哥，你再接着看天幕就知道了。就是这一晚，沈子月他玷污了我，夺走了我的玄阴之体，可事后他却全部认账，第二天还凭空消失了，让我一个人面对仙堂的追杀。谁？唉，原本以为能看到些精彩的画面，没想到你银子叶居然是这么个傻瓜蛋。怎么，玉环儿国色天香，你居然都不喜欢吗？那是我义妹啊，怎么能有非分之想？人家自己都否认了，没参与结拜算什么义妹？他撇清关系就是在给你机会，这点都看不出来？让我来帮帮你吧。都给本宫把眼睛闭上！谁要是再看一眼，本宫就把他的眼珠子抠下来！这狐族女子果然热情，难怪青帝会把持不住。你看青帝那模样，明显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啊！你这呆子，是不是从来没有亲过女孩子？从来未曾尝试。难道你很有经验？我可是狐族呢，天生媚骨。啊，你的牙！
呆子，这个世界上快死的人那么多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偏偏要救你吗？你身上有金乌一脉的血气，还如此招摇，以为妖族都是傻子吗？我身上的血脉诅咒就是金乌一族的长老下的，所以我接近你一开始就是为了利用你，取你的心头血解咒。可是谁让你这么好看呢？好几次我都能杀你取血，但偏偏忍不住住手。那个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只可惜我是妖，你是人，咱们俩注定不能在一起。这天狐香是九尾天狐的生命法术，能让你情欲大涨。今晚你就和那位玉环仙子成就好事吧。谢谢。小狐狸，他做了一团那些奇怪的话，学辈般的眼神，难道他早就打算走了？就这，我还以为能看到后续呢，结果直接一个黑屏就跳过去了。搞了半天是吊人胃口啊！难道那晚之事，英子夜他并不知情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中了我狐族的天狐香，只有一种解除办法，就是阴阳和合。青帝昨夜必然与女子成就了好事，而他未遭受人妖相恋的天谴，说明与他在一起的绝不是那小狐狸。如此一来，答案只有一个，他占有的就是你，玉环仙子。他说的对吗？那晚我本已睡下，半夜他忽然闯入我的房间，我洗嘴后修炼出玄阴之体，本是为了积攒功力，将来救你出狱。我跟他说过，若是破了这身，我就再也没有倚仗了。可他说以后让我全倚仗他，我信了他，所以就把自己交给他了。妹子，你糊涂啊！你又不是不了解大哥的为人，他绝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。你若是当时把话说开，怎么可能会丢下你？哥，你不知道，为了他，我什么尊严都抛掉。我试过暗示，试过旁敲侧击，甚至试过勾引他，可他就像没事人一样，只字不提那晚的事。我怎么好意思主动开口？这小狐妖为什么要突然不告而别呢？如果所料不错，这小狐狸的不告而别，很可能就是他陨落的缘由。再加上他昨夜说的与金乌一族有血海深仇，而青帝身上又有金乌血脉，他要么是被金乌一族的人追杀，要么就是为了保护青帝，死在了金乌族的手中。唉，这只小狐狸的命运未免太过凄惨。或许也正因为小狐狸的死，青帝后来的形象才会变得那么极端吧。这份打击对重情重义的他来说实在太过沉重。我早该想到的，明明昨晚就察觉到了他的异常，却偏偏没有深究。呆子，这个世界上快死的人那么多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偏偏要救你吗？你身上有金乌一脉的血气，还如此招摇，以为妖族都是傻子吗？只可惜我是妖，你是人，咱们俩注定不能在一起。是的，也许他是贪玩，跑去什么地方探险了，又或许是把自己的私事去了，很快就会回来，所以没跟我打招呼。嘿，呆子，当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死了。哎，我也不想死呀，真的不想。我多想跟在你身边，让你陪我去看江南的烟雨，漠北的落日，还有昆仑山顶的雪，还有好多好多地方想去呢。我青丘灵狐一脉，本是妖族的皇族，我的父亲便是上一代妖皇。
可惜妖族动乱，金乌一族的老痞子暗中伏击，斩杀了我的父亲。自此妖族便被金乌族执掌。我金秋一脉的族人趁乱逃走，我也在其中。可那只老金乌恨我父亲入骨，给我金秋一脉下了血脉诅咒。族人们一个个在我面前可喜而舞，哥哥姐姐、叔叔伯伯，只有我因为是九尾天狐，血脉特殊，才多活了这么久。后来的事儿你应该都知道了。我在轮回禁区遇到了你，当时的你顶着一身金乌气息，奄奄一息，像个傻子一样。我本来是想取你的金乌血解咒，可没想到随后会对你动了心。我以为只要解开诅咒，就能好好陪在你身边。可直到昨天，老金乌通过我母亲的血脉感应到了我的存在，他抓了我母亲，逼我去唐山赴约。我知道那是陷阱，可我不得不去。那毕竟是我的母亲啊！我知道我一定会死，但我不怕，我只是有些舍不得你。明明我们两个命运都这么可悲的人，好不容易才活下来，却还是要分开。云子夜，我知道我离开后你肯定会找我，我跟你说这些，就是想让你不要再找了，也不要再为我复仇。那只杂毛老金乌活了上万年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好好和玉环儿姑娘生活下去吧，她是个好姑娘，值得你珍惜。我只希望你能记得我，记得曾经有一只小狐狸很爱你。呆子，再见了。云子夜，你会忘了我吗？死去，这些。怎么敢的？对方可是一尊活了上万年的大罗金仙呢！大罗金仙那是超脱时空长河的存在，无需抬手，一个眼神，一次垂眸，便足以让亿万生灵喋血。大罗金仙之下皆为蝼蚁，这话可不是空谈。有没有可能，那位老金乌并非大罗金仙，或许只是金仙，又或者大成期？毕竟青帝活下来了，若是面对真正的大罗金仙，他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。就算青帝入了大罗金仙界，就能救回小狐狸了吗？绝不可能，绝对是一尊大罗金仙！你忘了小狐狸说的血脉诅咒，能给青丘全族下那种绵延数代的诅咒？那大罗金仙的法则之力，何人能够做到？他竟是斩仙去了。哪个不长眼的蠢货，竟敢擅闯我妖族圣地，活腻歪了不成？这是法则之力完全觉醒的征兆。来者何人？此乃我妖族国度，胆敢如此放肆，滚下来受死！这可是合体期啊，不是路边的野草。尽管知道青帝天赋异禀，一尊合体期挡不住他，可如此轻描淡写的应对，还是太吓人了。铜镜之中，他竟能把对手当蝼蚁碾死。妖孽，此等进境速度，简直不合常理。谢谢本是妖族公主跟一生受损，却因你们的反叛，嫁祸人亡。今日
我要将你等施加给他的痛，千倍百倍的还给你们。去！万族喋血，生灵湮灭。纵然历经万古，这片曾被天道眷顾的仙山，也将沦为怨气纠缠的血域，永远铭记这场由复仇掀起的浩劫。这便是青帝血洗妖族的由来吗？难怪后来的妖族会落到这般地步。青帝一生孤苦，那只小狐狸是唯一对他好的人，却落得那般下场。他没发疯血洗整个九州，已经算是克制了。原来是这样吗？这就是妖族从上古第一大族没落的缘由。你杀妖，竟是为了我青丘一脉背负的骂名；你血洗妖族，是为了我青丘一脉。那些曾是奔腾的熔浆，如今却因老金乌的陨落，彻底失去了生机。谁能想到，这片死寂的土地上，曾流淌着足以焚毁仙骨的炽热熔浆？母亲，怎么会是母亲？怎么会？我绝不是我！的眼前间已经死了，我是青丘女帝，我还活着。不是吧？真的是他？不对，一定不是。那个小狐狸已经死了，眼前这位妖帝活得好好的，顶多是双胞胎。对，双胞胎。你来了。你知道我会来。萧武说过，他死之后可能会有个傻子来找他。现在看来，你就是那个傻子吗？这孩子一生孤苦，好不容易摆脱血脉诅咒，能好好活下去，却为了救我，一头撞进了老金吾的陷阱。我早该死的，早就该。别怕，小武死前有遗言，他说我死后以白布遮尸，不要揭开看我。我不想让他见到我这副模样，我要让他的记忆里永远是分开时的我，这样他才不会忘记我。谢谢，白布遮尸，让我看到你的样子。可在我心中，那个巧笑嫣然、机灵古怪的鲜血早就刻进骨子里了，怎么会忘记？来！我喜欢这副模样，对吗？帮你换回来。再来！明明我们说好要一起去看山河大海，为何不能让他活下去？天不怜他，那便由我来怜。
再来！蹦！他是想以逆转时光的大术，让小狐狸起死回生呢。可这怎么可能？阴阳两隔是天道最森严的规则。青帝此前能救小狐狸，是因为打破血脉诅咒，可如今人已身死，灵魂消散，就算有通天本领，也无法逆天改命。古来至今，从未有人能凭一己之力逆转生死，让死人复生。青帝此举，无异于与整个天道为敌。死人绝不可能复生，一定不会的。金仙不可，那便大罗金仙。大罗金仙超脱凡俗，若是他入此境，便是当世无敌。可他此前斩杀大罗金仙，已然触怒天道，如今逆势突破，更是天道难容。这一步是所有天道修行者的必经大劫，更是属于他的无上量劫，稍有不慎便会魂飞魄散，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。此前不愿踏出这一步，是因为有血仇未报，有亲人要护。而今为了仙仙，我尹子夜，你皆有何妨？我的道是探索天道，而非臣服；是寻自身路，而非顺应天命。今日我为仙仙逆天，纵然雷劫断我前路，灭我意志，我亦不回。天道至公，度过大劫便有后赏。雷海消散的瞬间，更为恐怖的金色规则之力从9天之上垂落，如瀑布般融入尹子夜的身躯，修复他破损的躯壳，焦黑的皮肉重新生长，断裂的骨骼缓缓结合，甚至连损耗的本源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。9天之上，千叶金莲朵朵绽放，恐怖的滔天福泽，浑厚气韵如潮水般涌入尹子夜的身躯，让他的气息愈发恐怖。此刻的他仿佛化身天道宠儿，不，更准确地说，他就如天道本身，举手投足间便能勾连无尽大道之力，凝聚无边天赋、无边福缘、无边功德、无边气运。他身后的一切都在昭示着这位新晋大罗金仙的强大无双，以及未来一帆风顺的修行坦途。天地间所有生灵，无论是蛰伏的老怪，还是懵懂的幼兽，都在这一刻有所明悟。此界诞生了一个恐怖至极的存在。20多岁的大罗金仙，这怎么可能？何其惊讶！古来成大罗者，哪个不知修行数万，乃至数10万年？青帝他简直是逆天改命！我终于懂了，青帝之所以是青帝，就是因为他从不会向命运低头。为了挚爱，他敢与天道为敌；为了执念，他敢以少年之身硬汉大罗劫。这才是我大哥，这才是镇压诸天的青帝。生死规则无法逆，那便打开轮回6道；时间长河不可放，那便以道果献祭。谢谢，我定要带你回来。来。
去！大胆！这是以大罗金仙道果为代价，强行召回小狐狸的真灵啊！可是大罗金仙道果啊，亿万万生灵中耗尽万古岁月，也未必能修得一个，他就这么放弃了？残暴无情的青帝竟会为了一只狐狸赌上自己的一切？不，绝不可能！纵然是以大罗金仙道果为祭，也绝不可能逆火死人！呆子，你在做什么？同生共死，这是我答应你的。真的废了自己的大罗金仙道果，疯了！他真的疯了！一个20岁便登临大罗金仙这个存在，何其妖孽！这个天赋万古未有啊！他乃天道认可的大罗金仙，入道之时以来无边气运、福缘与功德，若不自毁道果，未来必定修行坦途，受天道庇护，甚至可能打破天道枷锁，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太乙金仙。呆子，别来找我。你这一生太过凄苦，有了这些，待未来苏醒之后，一定能有个顺遂的人生吧。这个曾唤醒他无敌意志的女人，终于能在未来某天重新醒来。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了，他什么都没留给自己。呆子，你跟我回青丘养伤吧，青丘有祖传的疗伤圣药，能助你恢复。仙仙醒来后一定很开心能见到你。我道过一世修为尽废，再也不是那个护他周旋的银子叶了。我与他之间早已被轮回业力纠缠，我们在一起只会引来天道谴责，牵连整个青丘，这对你们不公。
他醒来后，这一世的记忆会被轮回之力永久封闭，千万不要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。我要让他知道我为他做过什么，让他做个无忧无虑的青丘公主。那你要等多久才回来？等你重新修炼有成，再次成就大罗金仙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1万年、2万年，谁又知道呢？我现在道果全失，经脉寸断，最大的可能便是几十年后化作一捧黄土，又何必用这残破的余生去纠缠他的仙缘呢？你为他舍弃一切，连性命都赌上了，这样做值得吗？我不知道，原来这世间竟有如此痴傻之人。尹子夜，你这个傻子，你这么做真的好不值得啊！你又怎么会知道，你拼命救回来的是一个后来忘恩负义、亲手对抗你的混蛋？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为什么让我和了他这么多年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给的，他用自己20年苦修而成的大罗金仙道果，用他的气运、他的福缘、他的功德，换来了我如今的顺遂。可我呢，我却听信谗言，将他视作妖族仇敌，亲手将他镇压。尹子夜！这样失态的姿态是众生从未见过的。这位生来便得天道眷顾、一生顺遂的青丘女帝，在世人眼中向来高高在上，宛若仙葩，令人只敢远观，不敢亵渎。可此刻，她却哭得如此狼狈，如此绝望。所以，小狐狸后来真的复活了，而这只小狐狸就是青丘女帝本人。这可是我的女神啊！往日里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一句，对尹子夜却恨不得投怀送抱。我不比她英俊吗？不比她温柔吗？凭什么呀？女帝莫要太伤心了。诚然，天帝他曾经对你有过真情，可后来他性情大变，没少迫害你和妖族，你不必为他如此。滚！尹子夜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若不是他血中一直藏着你，或许我也有机会走进他的内心呢。尹子夜，你对燕芊芊尚有真情，可对我却无半点情意。你自废道果的时候，可曾想过，在长安还有一个无助的小女孩，正巴巴的等着你回去拯救她？你这个薄情负心之人！呆子，不要自暴自弃，要像那棵崖边的大树一样，不管刮风下雨，都要好好活下去。尹子夜，何去？此去看人间。刚才那是幻觉吗？素素，你都叫我素素了，应该明白，那必不可能是幻觉。我相信，那是埋在我们心里的真相。我们走吧，想必大哥是念及和我们之间的感情，
才用了这种术法告诉我们真相。那九尾狐呢？就这么称呼你嫂子吗？我已经带来了妖族大军，叶辰那些人不足为虑。你放心，妹妹，当初你和他是我撮合的，这件事我一定帮你到底。这么多好酒好菜，等什么呢？